大家好，這裡是新人 UP 主新世紀的旅行者。在過去的10個月中，星艦2代走完了他華麗而短暫的一生。但當我們對其完全了解之後，則會發現其背後的故事還遠不止於此。今天就讓我們一口氣講清楚星艦2代的前世今生吧。星艦2代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5月，也就是星艦首飛的1年之前。這段時間，博主每日宇航員去星艦城採訪老馬，當時老馬就說想要減少山格多的數量，並將潛翼移動到背風面，這就是最早關於星艦2代的計劃。後來到了星艦首飛後的2023年6月，星艦2代已經正式確定制造，但由於當時星艦1代量產的實在太多，所以原計劃中已經開始制造的1代星艦 S33、S34、S35 等，一直到 S38 都被回炉重造，很多帳篷裡的鼻錐都被拖出來報廢，其他一些不通用的零件也是该扔的扔。S33 的部件基本都被廢棄了。在這之後，重新獲得 S33 編號的就是我們熟悉的第一艘2代星艦了。在2023年底 ，S33 與 S34 都已經開始了初步制造，而這一次他們將用上星艦超級工廠的全新生產工藝。在2024年4月7日，星艦第3次試飛之後，第4次試飛之前，老馬在星艦城進行了一次重大更新演講，為我們揭露了星艦2代與星艦3代的改進。星艦2代將使用新款的猛禽3發動機，取消發動機保護罩，增大推进剂储管容量，改变前翼位置，并略微增高。2代助推器也將使用猛禽3發動機，取消發動機保護罩，集成熱分離環，減少山格多數量，並改變其大小和位置，同時略微增高。而3代星艦與3代助推器則在此基礎上大幅增高。但由於後來的種種變化，這裡的星艦2代在略微修改之後變成了後來的星艦3代，星艦3代也順延變成了星艦4代或者未來款星艦。其實主要還是因為最核心的改進，也就是猛禽3發動機遲遲沒有準備好。在第5次試飛之前，前2艘星艦2代 S33 與 S34 都已經開始了總裝。總裝的時候，我們還能看到2代星艦的底部，其內部的縱梁變細變多了，其更加細小，稜角更加分明，數量則達到了156列，是1代星艦的 1.6 倍之多。同時底部也变得更加簡潔，沒有那一圈固定環了。在第6次試飛之前 ，S33 已經前往了梅西測試場做低溫測試，並在之後安裝了發動機。有趣的是 ，S33 安裝的真空發動機中有一個編號為305，這個發動機在星艦第2次試飛之前就被生產出來了。之前賽博皮卡拉着這個發動機在星艦城裡轉悠拍宣傳片，還直接把拍攝的無人機給撞飛了。由於星艦1代的測試過於成功，這最後一個1代星艦 S32 將被廢棄 ，S33 將直接參與星艦的第7次試飛。時間就這樣來到了星艦1代退役之後，星艦2代的歷險即將開始。接下來，讓我們前往2024年底的星艦城發射區。這裡表面上沒有太大變化，如果說有什麼比較明顯的事，那就是發射場的門框以及門框上的 SpaceX 的標誌都被拆除了。仔細看的話，會看到第一座發射塔上面的天線被更換了，並且做了加固。除此之外，第一座發射塔的筷子上還安裝了新的星艦舉升頭，用於插進星艦上面的那個洞裡，提升2代星艦。這個頭比1代星艦所使用的頭還要大。需要注意的是，星艦回收時肯定不是靠這個舉升頭進行點對點回收，而是會額外安裝類似於助推器的掛點。另外，筷子上還安裝了更多的傳感器，以進一步提高筷子的協調性與準確性。上一次 B13沒有進行回收，就是因為起飛時筷子上的這些傳感器被破壞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星艦生產區，這裡也沒有什麼大變化。這段時間裡，第2座發射台繼續在這裡組裝。第2座發射台在發射台表面安裝了水冷鋼板，以減少星艦起飛之後對發射台表面摸頂造成的傷害。另外，第2座發射塔的筷子也在這裡進行組裝搭建，並逐漸成型。而釘子戶的那片土地也已經被建築覆蓋，超級工廠和 SpaceX 的新總部正在融為一體。另外，在梅西測試場也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大事發生。而整個星艦城在這段時間裡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應該就是 SpaceX 正式向卡梅倫縣的法官提交了請願書，要求進行選舉，正式將星艦城命名為一座單獨的城市。這是要直接建成了。如果真的要進行選舉的話，那麼肯定是很容易通過的，因為這裡最主要的住戶就是 SpaceX 自己的員工。在這段時間裡，麥克雷格的測試基地也沒有完成重要的建設項目，但是在海對面的卡納維拉爾角發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12月8日 ，LC-39A 發射場的星艦塔旁邊的立式主冠被拆除了，標誌着這種設計最終被完全拋棄。同時 ，LC-39A 星艦塔的筷子進行了一些測試。另外，在卡角羅布茨路的星艦生產基地正在進行擴建，在這裡的生產基地完全建成之後，其面積會超過星艦城。
同時 ，SpaceX 結束了和 NASA 的談判，不再考慮租用 NASA 的 VAB 大樓進行星艦的組裝工作，而是選擇建造自己的建築。以上就是星艦項目各個基地的更新與變化了。接下來我們就來說一說此次試飛的重頭戲，也就是二代星艦 S33的一些變化。二代星艦的高度從50.3米略微增長至52.1米。接下來我們由下至上对其进行介紹。由於適配二代星艦的猛禽3發動機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因此 S33使用了略微修改過後的猛禽2發動機，以完成猛禽2發動機與二代星艦的適配。格尔瓦方面，二代星艦全部使用了2代格尔瓦，重量更輕，但防護效果提升1倍。同時，在格尔瓦後部安裝了更多的设施材料，比 S30上安裝的還要多。另外 ，S33上還在部分区域使用了小1號的格爾瓦。為什麼會這樣呢？如果我們將這些安裝小號格爾瓦的地方拆開來，就會發現與1代星艦相比，2代星艦的這些地方安裝了向外凸起的縱梁，這導致其外表並不平整。如果繼續安裝普通的格爾瓦，就塞不進去了。因此，安裝了特殊處理過的小號格爾瓦。此外，這些格尔瓦還有一個變化，那就是在星艦各個艙段焊接處的格爾瓦也可以使用连接销，而沒必要使用膠水了。因為星艦各個艙段都是從超級工廠或者之前的帳篷裡生產出來的，它們都要拿到總裝機庫裡靠小機器人進行焊接。為了給小機器人焊接的空間，這些艙段連接處附近都必須足夠光滑，不能有连接销擋路。因此，1代星艦的這些部分安裝格爾瓦只能使用膠水去粘。而現在 SpaceX 搞來了新的小機器人，可以在艙段焊接之後繼續往上焊接連接銷，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膠水粘不牢的問題，避免了之前1代星艦膠水連接處的格爾瓦脫落問題。再往上看，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星艦的燃料儲箱變大了，而載荷艙的星鏈部署口则上移了，形狀也更加圓滑。現在的星艦可以加注1500噸推进剂，比1代星艦多了300噸，推进剂儲箱体积增大了25%。这些燃料储箱的蓋子使用了更圆更扁的圆頂，可以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既然燃料艙大了這麼多，載荷艙必然變小。2代星艦的載荷艙高度從5個鋼圈略高於9米，縮減到了3個鋼圈約5.5米。當然，這是不算鼻錐內部的空間的。繼續往上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2代星艦的前翼的變化。2代星艦的前機翼更薄更小，並且安裝在了背風面，可以讓其載入時避免被燒穿。繼續往上看，我們可以發現星艦頂部的3個吊點。星艦在組裝時需要使用吊車將星艦吊起來，而在發射時又要將這些吊點拆下來，用格爾瓦覆蓋住，以保證載入時的安全。2代星艦的吊點由6個減少為3個，並且更小，每個吊點只佔用1片格爾瓦，還將其位置明顯上移，有效地減少了修補格爾瓦時的工作時間。在修補格爾瓦後，星艦繼續搬運就需要使用一種不同的吊具。之前这種吊具搬運1代星艦時只有2個固定點，和筷子的插入點是一樣的，搞得星艦吊起來就會一晃一晃的，這哪行啊？於是2代星艦除了這2個插入點之外，還在上面增加了2個固定點，使固定點的總數達到了4個，但這也導致2代星艦又要多挖2個洞。2代星艦的筷子插入點位置還下移了，固定更穩定。S33的插入點裡還有紅鐵片，不過這只是醒目用的，沒有實際作用。由於星艦使用筷子提升時，也是使用2個插入點和2個固定點，而筷子使用的2個固定點在插入點的下面，這導致又得多挖2個洞，這樣2代星艦的側面就有6個洞了。這還不算以後要增加的回收掛點，這樣的設計顯然並不優秀，以後應該會不斷優化。另外，2代星艦還使用了新設計的方形星鏈接收器，一共安裝了6個，正面2個，側面4個。這使得星艦能夠在飛行的各個階段以120 Mbps 以上的寬帶傳輸實時高清的視頻和遙測數據，為所有系統的快速迭代提供了寶貴的工程數據。星鏈接收器放在側面，對於接收當然方便了，但對於防護和以後的回收都不方便，既容易被等離子體燒到，也容易被筷子打到。因此，這個設計以後也會優化。一提到筷子回收，肯定還要說到星艦側面的格爾瓦問題。我們都知道，1代星艦的側面為了防護安全，都安裝了格爾瓦。而第6次試飛所使用的1代星艦 S31在起飛之前拆除了大量側面的格爾瓦，為以後的筷子回收做準備。畢竟筷子回收時側面是不能有格爾瓦的，否則筷子就會撞到格爾瓦，把格爾瓦給擠碎。而2代星艦 S33和 S34在出廠時側面仍安裝了格爾瓦，雖然相比於其他1代星艦要少，但仍然比拆掉部分格爾瓦之後的 S31要多，顯然是會影響到回收的。而從第3艘2代星艦 S35開始，出廠堆疊之前就默認在側面少裝格爾瓦，同時也少裝了星鏈接收器，算是為回收做足了準備。這也說明了2代星艦雖然還沒有開始發射，但已經在製造過程中升級迭代了。
另外，2代星艦上還安裝了更多的攝像頭，總數超過了30個，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不同視角。接下來我們再來說一說2代星艦裡面的變化。在燃料艙裡 ，S33加裝了新的浆液管，浆液管可以将上层燃料的甲烷運下来，供给发动機使用。新的浆液管與之前的老漿液管相比，除了中心的粗管子之外，其周圍還有3根較細的管子。這3根管子分別供給3台真空猛禽发動機，而中心的粗管子則供給3台海平面猛禽发動機。再往上看，由於機翼的結構變小變輕，鼻錐內部很多原來被機翼部件佔據的空間現在也能利用了。這導致雖然2代星艦的載荷艙長度變短，但實際能搭載的星鏈3代衛星反而變多了，由40克上升到了54克，總重約100噸。這其實也告訴我們，糾結於絕對的載荷空間其實沒有意義。星艦2代的載荷空間從857立方米減少到591立方米，但由於空間利用效率的提升，針對星鏈3代這一種載荷顯然是更有利了。另外，2代星艦上還使用了新的星鏈 PEZ 分配器。分配器上每層可以安裝2個星鏈3代衛星，然後將它們疊疊樂。相比於1代星艦安裝的分配器，其整體結構更大更粗，但很多結構看上去有些過於粗了，因此有人分析其材料由鋼變成了鋁。由於星艦艙內不需要抵抗高溫，也沒有必要使用鋼材料，使用鋁可以進一步降低成本並降低重量。至此，我們已經說清楚了2代星艦相比於1代星艦的主要升級與變化。另外，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2代星艦還包括了很多航電系統與傳感器的升級，同時此次試飛所使用的助推器 B14也仍然是1代助推器。由於助推器動力非常充足，之前的試飛都是在節流飛行，因此頂上更重的2代星艦也無所畏懼。接下來我們就來說一說在這段時間裡各個星艦的測試歷史。在星艦第6次試飛之後， FAA 表示不會對星艦第6次試飛展開調查，因為所有的事情都在許可證允許的範圍之內。現在真聽話啊！不過，由於第7次試飛需要使用2代星艦，因此需要重新發放許可證，那就看看你這許可證需要批多長時間嘍。與此同時，第2艘2代星艦 S34也已經完成了堆疊。2024年11月25日，1號發射塔的筷子開始了新一輪的測試，在筷子上增加了幾個貼片，同時閒得沒事的員工們還在發射台底下掛了個玩偶。11月26日，布朗斯維爾市的聯邦法官判決環保組織對 SpaceX 排放工業廢水的指控不成立，駁回了其相關的訴訟請求。果然，川普勝選之後，各路妖魔鬼怪都快速退散了。12月6日 ，B14 出發前往發射場，並迅速登上發射台，在第2天就進行了渦輪起旋測試，並在12月10日進行了33台發動機的靜態點火。12月11日 ，B14 就返回生產去了。在返回之前，還用筷子舉高高，模擬了回收時的情況。與此同時 ，S23 前往梅西測試場，在 B14 回家之後，其在機庫裡安裝了更多的加強筋，這是為了應對更沉的2代星艦。同時 ，B14 也安裝上了熱分離環。12月12日，早就被川普嚇得魂飛魄散的 FAA 局長宣布將在1月20日，也就是川普登基的當天辭職。這局長大人5年任期只幹了1年就提桶跑路了。12月13日 ，S33 進行了渦輪起旋測試。12月15日 ，S33 進行了6台發動機的全發動機點火。12月17日 ，S33 再次點火，但這次是使用1台發動機進行離軌點火測試。隨後 ，S33 回家。第2天，12月18日 ，FAA 發放了星艦起飛的許可證，還請馬部長過目。哎呀呀，之前每次發放許可證都是壓到起飛前1-2天才發，現在 FAA 大人怎麼成這樣了？不牛逼了？啊！真是前倨而後恭，斯之令人發笑。與此同時，隨着聖誕節的臨近，星艦城裡也開始舉辦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12月19日，國際知名水果品牌金吉達為星艦城送來了一車香蕉，以感謝 SpaceX 選擇香蕉作為星艦第6次試飛的載荷。這個金吉達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它的前身大家應該比較耳熟，就是臭名昭著的聯合果品。12月21日 ，B15 前往梅西測試場。12月26日，第3艘2代星艦 S35 開始堆疊。S35 的側面有一個洞，可以用來加裝筷子掛點，為以後的筷子回收做準備。12月27日 ，B15 進行了甲烷儲箱的低溫測試。第2天 ，B15 又進行了液氧儲箱的低溫測試。12月30日，準備完成的 B14 前往發射場並登上發射台。值得注意的是 ，B14 此次飛行所使用的發動機中有1台314號猛禽發動機，該發動機曾經被安裝在 B12 上，執行了第5次試飛，因此此次試飛也將首次實現對發動機的復用。1月3日 ，B14 安裝上了 FTS。與此同時，由於有人向 FBI 報告星艦城有可能遭遇炸彈恐襲 ，FBI 還對這裡展開了調查。
1月7日 B14 拆下了热分离環 ，S33在机库里打開艙门，我們可以看到 S33的前机翼上貼了2張龙飛船的貼紙，而其在側面的加強筋和筷子插入點處都安裝了鐵皮，因為這些部分會突出艦體表面一些。S33還進行了星鏈模型的載荷裝載測試，每裝入2個載荷，星鏈 PEZ 分配器的舉升裝置就會降下，將2個載荷提高1層，然後再裝入2個。在此次試飛的過程中 ，S33在載荷艙內攜帶了10枚星鏈3代模型，這些模型在大小與重量上都與星鏈3代高度相似。在試飛時 ，S33將部署這些模型，為未來的星鏈部署積累經驗。這些模型的部署和星艦試飛一樣，都在亞軌道上進行。無論是否成功，都可以讓模型載入大氣並銷毀，不會造成任何太空垃圾。1月9日，準備完成的 S33也前往發射場。在準備的這段時間中 ，S33還在機庫裡安裝上了 FTS。看來 SpaceX 現在是越來越膽大了。2代星艦的 FTS 也得到了改進，效果更好。S33也像 S31那樣拆除了側面的部分格尔瓦，同時 S33還安裝了很多測試用的特殊格尔瓦。包括多種金屬格尔瓦和一种带有主动冷却技術的格爾瓦，以探索未來的新設計。在格爾瓦的側面邊緣，還有一部分區域使用了錐形的格爾瓦列。這些錐形邊緣的格爾瓦在邊緣可以起到引流作用，將等離子體向外引導，減少其對艦體的損害。在它們的後方，一部分艦體區域還被塗黑了，這樣可以更好地看出其防護效果的提升。在這些黑漆的後面，我們還能看到 S33的編號和拿着筷子的機械哥斯拉。星艦鼻椎處還有一些尖尖的格爾瓦，而星艦正面有很多格爾瓦都被去除了，這些都是為了更好的測試。S33還在側面安裝了測試版的星艦回收捕捉掛點，用於測試其在載入時的表現。同時 ，S33還去掉了回收掛點下部的星鏈接收器，這樣側面就只有掛點上方的接收器了，不會再影響回收，和 S35一樣。同時 ，S33依然計劃在太空中重新點燃一個猛禽發動機，再次進行離軌點火測試，並且 S33在載入過程中達到最大動壓點及 Max Q 時，會故意對前後機翼進行極限測試。在同一天 ，B12被運進了寬機庫，而在澳大利亞的西海岸 ，SpaceX 的拖船出發，準備觀測並打撈着陸後的 S33。其實上一次就有拖船試圖打撈 S31，因此 S31上次着陸之後並沒有直接啟動 FTS 爆炸，但是由於 S31倒下後在海面上斷成了2截，大部分都沉沒了，最後沒有被完整的打撈回来，只撈到了一些零件。1月10日，星艦進行了完整試彩排，這次試彩排是全艦全加注，推进劑加注量達到了近5000噸。第二天 ，S33與 B14分離，分別做着起飛前最後的準備工作。B14還在處理艦體中部的那個牛鈴型的 RCS 噴口，這個噴口的外殼在 B14運到發射台之後被拆下來了。按照本來的計劃，這一天應該是星艦第7次發射的日子，但由於新建成這段時間裡天氣實在是太惡劣。而 S33還是2代星艦的首飛，所以需要更多的準備工作，因此發射時間被推遲了。而另一邊的 FAA 給星艦寫文件時，竟然將 Starship 寫成了 Starship， 不是，你這小機構不想活了這是。1月12日 ，B14與 S33再次堆疊 ，B14的牛鈴噴口也被裝了回去。大家在 S33的316號引擎上還發現了一個彩蛋，這是 WWE 摔跤手冷石斯蒂夫·奧斯汀的一個梗。在之後的幾天中，星艦也曾試圖發射，但都因為天氣過於糟糕而推遲了。1月15日，第2艘2代星艦 S34還前往梅西測試場做低溫測試。S34去的時候連尾翼都沒裝上，不過這也不影響測試。終於到了當地時間2025年1月16日下午及北京時間2025年1月17日早晨，星艦第7次試飛，同時也是2代星艦的首飛正式開始。Minus 10, 9, 8, 7, 6, 5, 4, 3, 2, 1. We have liftoff. Vehicles pitching downrange. All right.
right, we're more than 30 seconds into flight. Telemetry showing 33 out of 33 engines as it's pitching downrange. Booster, ship, avionics, power, and telemetry nominal. Hearing good call-outs on the ships and booster avionics. You just heard the rumble hitting us about 6 miles away. Watch the Starship arc into just endless blue skies right now. Vehicle supersonic. More than a minute into flight, the vehicle's supersonic. Execute. We just passed through max Q. That's the greatest stress the vehicle is going to experience on the way uphill. Reminder that all of our teams down here on the ground are now looking at systems on the tower. They just did a manual check through. That's going to inform that manual flight director's decision. Next moment coming up, though, is going to be hot staging. Don't take your eyes off it. It's one heck of a light show. What a gorgeous ascent. 6 ship engines getting ready to ignite. That's going to happen while we're still attached. Looking go for a catch. Booster cut off. That is incredible news. We just heard the call out for booster engine cut off. Engine startup. Those engines cut off, down to those Stage middle separation. 3. Cruise back front startup. All right, hot stage Ship chamber confirmed. pressure We've is got a nominal. booster hopefully on our way back to us, and a ship now making its ascent burn. And there you can see on your screen, we had we just jettisoned the hot stage, and there's a great, excellent view there of the hot stage floating away from. Now with that, we're gonna hand it back. How's it going over there, Dan and Kate? How are you doing, Kate? Seeing that in person? You know, Dan had to take that entire segment because I couldn't talk. That was incredible. There it is. We can see the booster coming back in now through the plume. At least it looks that way to us. It's incredible that it basically returns. It looks like a speeding, just like Ship this chamber pressure silver nominal. flare coming back to the. Once again, we are standing by for attempting to catch the booster at the tower. This would be the second tower catch. Booster Landing start. burn. Seeing 13 engines. Booster now hovering as it aligns with the tower for catch. Booster coming in. Get Down ready to- for that boom, Kate. Down to 3 engines. Booster landing from shutdown. Megazilla has caught the booster. You heard it here. 在星舰2代的试飞中，其1.2级分离速度降低至4300公里每小时，高度约为65公里，分离速度相比于之前的1代星舰降低了约1000公里每小时。起飞后1分17秒，星舰通過 Max Q。2分35秒，1级30台发動機關閉，只留有中心3台發動機點火，準備進入熱分離程序。2分40秒 ，S33與 B14完成了熱分離，隨後2分45秒 ，B14開始進行反場點火，第二圈10台發動機再次點火，但有1台沒有點着。這個壞掉的發動機不是復用的314號啊，314號在外圈。3分29秒，第二圈點火的9台發動機再次關閉，10秒後中心3台發動機也全部關閉，同時 B14與發射台的自檢全部通過，發射主管再次通過有形的大手控制 B14回收。3分45秒 ，B14拋棄了熱分離環。6分30秒 ，B14中心13台發動機全部開始進行着陸點火，剛才壞掉的發動機又自己修好了。6分37秒，10台發動機關閉，只留有中心3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點火，同時發射台下的水冷鋼板也再次開始噴水。
6分54秒，最後的着陸點火結束 ，B14 成功完成筷子回收。這次回收時的狀態明顯好於 B12，也沒有什麼蒙皮損失。這次回收更加成熟，沒有留下過多的燃料。隨後 B14 會排出剩下的燃料，並被運回生產區。然而還在空中的 S33此時開始出問題了。你這跟昨天的辛格倫反着來啊，一個1級出問題，一個2級出問題。剛開始時2級還有一塊後來加上去的鐵皮被掀開了，在那兒晃。你這蒙皮自己都保護不了啊，還保護別人呢。不過很快大家就不關心這個小問題了。7分39秒 ，S33 一台海平面發動機出現故障，隨後星艦尾翼處出現了肉眼可見的火光，而且甲烷推进劑繼續消耗，但是液氧推進劑的消耗卻幾乎停止了。8分02秒 ，S33 再次丟失了一台海平面猛禽發動機，2秒後丟失一台真空猛禽發動機，8分18秒又丟失了一台真空猛禽发动机，8分24秒又丢了一台海平面猛禽发动机。隨後8分26秒，所有遙測數據停止，星艦啟動 FTS 爆炸，最終化作了一團火焰，墜入了大西洋，而且還偏離了禁航區1000公里，甚至還有些零件落到了島上，其中一個零件還砸到了車。星艦第7次試飛就這樣以失敗告終了。接下來登場的是第8次試飛 B15與 S34的故事。這段時間裡，星艦城發射區的第2座發射塔安裝了筷子，並且發射台區域也已經築好了地基，下一步就是往上面安裝水冷鋼管。這種水冷鋼管類似於梅西測試場那個靜態點火測試台，抗衝擊能力更加優秀。而第2座發射台的主體仍在生產區組裝，其外表的水冷鋼板已經安裝完成，目前正在進行內部的裝修。星艦發射區與梅西測試場這段時間裡還安裝了更多的儲罐，而星艦城其他區域以及更遠處的麥克雷戈測試場都沒有明顯的建築變化。而海對面的卡納維拉爾角星艦基地則比較熱鬧 ，SpaceX 在這裡繼續收購平整了大量的土地，準備在這裡修建一座更大的星艦城，其中最重要的2座建築就是超級工廠與巨型總裝機庫。卡納維拉爾角的星艦超級工廠面積將會達到14萬平方米，建成之後比星艦城的超級工廠還要大50%，而巨型機庫 Gigabay 長度130米，寬度110米，高度115米。相比之下，現在星艦城最大的2座總裝機庫，也就是寬機庫 Megabay 長度38米，寬約54米，高約100米。這些建築此時還在土地平整階段，一切順利的話，他們將在2026年完工。接下來我們繼續回到星艦城，以時間順序介紹星艦以及各個測試罐的測試進度。當地時間1月16日，在星艦第7次試飛幾分鐘之後，超重助推器 B14返回發射塔，並在2個小時之後卸載了剩餘燃料，並連上了發射台的 QD 裝置。而第5次試飛這件事花了6個小時，可見其效率的提升。第2天 B14 的 FTS 被卸了下來。同一天，此次試飛所使用的星艦 S34在梅西測試場進行了低溫測試。由於 S33 試飛時爆炸了， FAA 此時也介入了調查。不過這時候的 FAA 已經無法對 SpaceX 的進度產生什麼干預了。1月18日，第2座發射塔的筷子升降機前往發射區，這個升降機就是筷子後面連接到發射塔的部分，可以與塔頂吊機一起控制筷子的上下升降。而 B14 也從發射區返回了生產區。1月19日 ，S34 進行了第2次低溫測試之後返回了生產區。又過了一天，第2座發射塔的筷子也前往發射區。第2座發射塔的筷子更短，與卡納維拉爾角 LC39A 星艦塔的筷子長度相同，都屬於改進版的筷子，其長度為26米，可用的捕獲區域為11米。相比之下，第1座筷子的長度為36米，可用的捕獲區域約為21米。筷子縮短之後，雖然會縮小回收範圍，但是可以增加筷子的移動速度，並且減少筷子的慣性，減輕筷子撞到助推器之後的回彈現象。看來 SpaceX 對自己的回收定位技術還是非常自信的。1月22日，在梅西測試場待着的 TT-16 被運回了超級工廠裡面，並且在裡面做了一些改造。TT-16 曾經在梅西測試場做過多次低溫測試，是用來驗證2代星艦結構的。現在返回了超級工廠，是為了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改動，使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測試2代星艦的回收。1月27日，在發射場待了半天的筷子和筷子升降機終於安裝到了第2座發射塔上了。2月4日，改造完成之後的 TT-16 再次前往梅西測試場，並且在梅西測試場連接了新的筷子模擬器，以此來驗證2代星艦使用筷子回收時所出現的種種情況。2月8日，星艦 S35 完成全堆疊。同一天，此次試飛所使用的助推器 B15 前往發射場，並且在第2天完成了33台發動機的全靜態點火，後在第3天返回生產區。這真是來去如風啊，測試效率高得驚人。想當年 B7 測試靜態點火時卡了多長時間？
上发射台之後，先要加注一點，做個低溫測試，再做一做發動機的起旋測試。起旋還不能旋多了，只能旋一點點。旋完了之後，再分批次點燃幾台發動機。要是一次點多了，還容易出現爆燃事故。要是點時間長了，下面的混凝土、水泥地還會裂開，還要去修理地面。就這麼小心，到最後也沒有完成33台發動機的全靜態點火。而現在 B15去了點了回。這種高效率在未來也會越來越常見，用不了多久，以前值得關注的靜態點火也會變成無人問津的家常便飯。在 B15 回家的同一天 ，S34 在此前往梅西測試場。S34 去梅西測試場時，格尔瓦還沒裝完，但側面多餘的格爾瓦已經去除了。其在2天之後進行了56秒的長時間靜態點火，這在以前是從未出現過的情況，其時長遠遠超過之前所有星艦原型機進行過的靜態點火。S34 此次延長點火測試了新的結構，並且讓6台猛禽發動機在不同推力下運行，以模擬飛行過程中推進系統會出現的不同工況。此次測試獲得的數據將會為星艦結構升級與飛行方案改進提供重要參考。2月13日，星艦 S36 的鼻錐進入了機庫堆疊，其在出廠時就安裝了回收掛點，是第一個這麼做的星艦。同一天 ，S34 返回了生產區進行發射前的準備工作。在這一天，星艦城裡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卡梅倫縣的法官批准了星艦城正式建成的投票。該投票將於5月3日進行，由星艦城的當地居民，其實主要就是 SpaceX 自己的員工進行投票。老馬覺得建一座城要是只有造火箭這一種產業，別的啥也沒有，這也太不合適了。因此 ，SpaceX 還在星艦城旁邊開闢了一片商業區，目前正在建造，正好來看火箭發射的遊客多，以後還能發展旅遊業，再賣點周邊啥的。2月17日，第二座發射塔的筷子成功進行了首次自主移動測試。而在3天之後的2月20日 ，FAA 發布了信息通告，宣布了 SpaceX 最早將於2月27日進行星艦第8次試飛。說實話，這 FAA 都有點積極的不對味了。SpaceX 自己還沒宣布發射時間呢，你們先主動宣布了。果然現在是箭也不卡了，正也不愁了。但是不是缺了點啥呢？星艦第7次試飛的事故報告呢？合着現在連事故報告都不要了是吧？這個可不行，不要啊！但需要說明的是，這個通告理論上並不是發射許可。不過 FAA 現在都已經這個樣子了，發射許可也就是一句話的事兒。有意思的是，星艦試飛之前都會先發布海事預警來規定危險區範圍。相比於上一次試飛，這次試飛的危險區域範圍面積更大了。2月23日 ，S34 在機庫裡安裝 FTS。第二天 ，SpaceX 自己發布了官方通告，宣布了發射時間為當地時間2月28日及北京時間3月1日。同時，公告中說明了第7次試飛的事故原因，以及第8次試飛的測試要點。第7次試飛過程中 ，B14 進行返回點火時，內圈13台發動機中有1台發動機沒有點火，其原因是因為點火系統功率不足。在未來，猛禽發動機將會按計劃對點火系統進行升級，以避免這一問題。而2級 S33 的問題則出在艦體尾部區域，星艦尾部區域這一塊鏤空的空間常被稱為閣樓。由於此次飛行過程中出現了比以往測試時強大數倍的共振反應，導致推進系統的部件出現了洩漏，洩漏量超過了星艦閣樓區域的通風排氣能力，最終導致了火災。在星艦2級點火2分鐘之後，一台真空發動機就出現了洩漏，又過了約2分鐘，整個閣樓區域都燃了起來，這導致艦上計算機將星艦6台發動機中的5台都關機了。最終8分20秒後，大火導致地面與星艦的通信中斷。又過了約3分鐘，艦上計算機引爆了 FTS S33 爆炸。在之後的改進中，星艦在閣樓區域添加了更多的排氣口，並且增加了氮氣吹掃系統，以降低其燃燒風險。同時，未來的星艦將使用猛禽3發動機，從而直接消除可能引起洩漏的大部分接口，同時縮小閣樓區域的體積。而在本次試飛的過程中 ，S34 將繼續進行 S33 沒有完成的各項測試，包括在太空中對一台猛禽发動機進行2次點火，在載入過程中對機翼結構進行極限測試，同時在機身上移除大量格爾瓦，並且安裝多種金屬材質的格爾瓦，包括具有主動冷卻功能的格爾瓦。機身兩側安裝了測試版的回收掛點，側面格爾瓦邊緣區域一部分引入了平滑過渡設計，以解決局部發熱問題。這些基本都沿用了 S33 上的改動。另外，此次試飛中將要部署的星鏈3代仿真載荷由 S33 的10個減少到了4個，部署位置仍然在與星艦相同的亞軌道上，部署後會在載入過程中燒毀。2月24日 B15 前往發射場。另外，
由於第一座法爾塔的筷子慣性比較大，对助推器的拍擊更加嚴重，因此 B15頂部還安裝了2根橫梁來加強結構強度。跟着 B15一起前往发射場的是它的熱分離環。第二天 B15登上发射台，熱分離環也安裝到位。結果到了2月27日，熱分離環又拆掉了。這天 B15還在发射台上安裝了 FTS， 同時 FAA 也正式批准了發射許可。在此次許可證中，星艦的亞軌道測試描述被修改為了軌道級測試，這說明星艦的正式入軌測試已經不遠了。同時 SpaceX 官方宣布發射推遲一次，從3月1日推遲至3月4日。另外，在 FAA 後來的聲明中 ，FAA 說明了星艦第7次試飛的事故調查其實還沒有完成，之前的事故原因都是推測的。此次發射許可屬於單獨批准，現在老馬也太有面子了。在 B15的熱分離環拆下來不到24小時之後，它又被裝了回去。2月28日 ，B16 前往梅西測試場，並在當天進行了首次低溫測試。3月1日，第二座寬機庫的卷簾門被打開 ，S34 終於露面了。我們可以看到其底部的通風口數量增加，也能看到其表面各種測試的格尔瓦。這些不同的格爾瓦將共同參與約100個相關的測試實驗。而頂部的機翼上貼上了龍飛船貼紙，但沒有貼 S34 的標誌。之後 ，S34 在機庫裡安裝了4顆星鏈模擬器，並安裝了測試版的回收掛點。3月2日 ，S34 前往發射場，並在當天與 B15 完成堆疊。此時距離發射已經不足24個小時，這也意味着 B15 和 S34 將做到堆疊即發射，不再做任何試彩排和加注測試。同時，發射台也沒有刷漆，這些行為都是首次進行。結果到了3月4日發射時，果然射不出去。你看，步子大了扯着蛋，憋寸紙了吧？老馬表示，這次試飛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而且在地面起旋時壓力低了20把，最好的做法是將2機拆開，分別進行檢查，並在1-2天後再次嘗試。3月4日晚上，裝載2級的車就前往發射場 ，S34 被拆下來做檢查。第二天3月5日，檢查完畢的 S34 再次堆疊，旁邊梅西測試場的 B16 還忙裡偷閒做了一次低溫測試，結果 S34 這裡忙中出錯，其與 B15 堆疊的過程中，將熱分離環上的一個連接銷上的一個零件撞壞了。經過一番折騰，工人上到 B15 頂端更換了受損的零件 ，S34 與 B15 終於再次完成堆疊。這個連接銷啊是很有說法的，星艦助推器上共有3個連接銷，但是星艦的尾部卻有6個插口。這多出來的3個，其實是因為星艦在地面與轉接環連接進行靜態點火或低溫測試時，都是使用6個連接銷連接，而在與助推器堆疊時，只使用其中的3個。這就是為啥星艦的插口會比助推器上的連接銷多1倍。總之，在這些小事都處理完了之後，發射時間被確定為了當地時間3月6日下午，即北京時間3月7日早晨。Our flight director, Joe Sliker, today is go for launch. Let's listen in as he takes us through the final seconds of the count. 8, 7, 6, 5, 4, 3, 2, 1. Little over 40 seconds into the flight, we are 38:33 after 33 after engines ignited. This is pushing us pretty incredible. I'm still recovering. That was amazing. Beautiful views of the vehicle on ascent, which was downrange away from the launch tower. Next thing coming up is updating. So we'll look for 6 engines on still attached to the top of the booster. We'll see all but those 3 center engines shut down on booster. During the initial call that we are go for booster catch back here at the launch tower.
moving. So right roster attached to the getting the two stages together and then release. Stage just cover. Should start up. Stage separation. Please start up. There we go. Diff engines, all 6 Raptors ignited. We're doing that boost back burn. Looks like we got 11 of the 13 into command for that, so that's going to start sending the Gulf Coast line there. Just looks absolutely gorgeous. And here we hear nominal trajectories all around. And landing stage, we're at 5 minutes at supersonic speed. And we're running down to 3 engines to like got it. So this center 13 engines. That will never on to 3 engines as way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just heard the song what incredible fight. Super heavy booster gliding down into the cockpit once again. Welcome to landing. Wow. That will never get old.在此次试飞中，超重助推器 B15再次顺利完成了上升阶段热分离返回点火，抛弃热分离环，着陆点火与筷子回收。在返回点火时，有2台发动机未能正常点火；着陸点火时，有1台发动机未能正常点火，但最終並沒有影響回收。不過，2級的 S34再次扯着了蛋，發動機管路出現故障，發生燒駛，8分05秒開始，多台發動機爆炸 ，S34姿態迅速失控，隨即發生殉爆。這說明星艦2代的管路設計存在相當大的問題，還是好好接受調查，回去修改吧。隨着星艦第8次試飛 S34的再次爆炸，老馬氣得當場就打電話過去怒斥群臣，之後更是氣得說不出話來，物理意義上的說不出話來啊，創下了他在非睡覺時間的最少發帖記錄。但他在 X 上還佯裝鎮定，宣稱只是遭遇了一些小挫折，4到6週就能再次準備好。這段時間裡，因為老馬投身正事，對 SpaceX 的管理更加寬鬆。但現在既然給臉不要臉，那就按老辦法來唄。在星艦8飛前幾天，星艦2代的設計總監就被拿下，直接提桶跑路了，幹不了就換人。SpaceX 也開始招聘新的管路設計師。但話又說回來，星艦2代的2次事故都是底層設計上的問題，並非是因為員工們的懈怠疏於檢查導致的偶然事故。這個雷早在前2年星艦2代開始設計的時候就被埋下了，其實很難說是因為老馬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參政導致了這2次事故，只能說命運有時候就是這麼巧合吧。現在由於第7次試飛的事故調查還沒有結束， SpaceX 要同時處理2起事故調查了。在星艦發射區 ，SpaceX 要修復在第8次試飛時被吹歪的氣體冷凝器，還要建設第2座發射台。第2座發射台安裝有2個 QD 裝置，對星艦1級的加注效率顯著提高。這2個 QD 裝置的管線還被安裝在發射台一旁的架子上，而非直接安裝到發射台本身。這2個 QD 裝置安裝到了遠離發射塔的一側，與第1座發射台的 QD 裝置位置相反。這主要是因為星艦起飛之後會遠離發射塔，這樣艦體發生傾斜，上端朝外，尾焰就會朝裡。因此，第1座發射台的 QD 裝置每次發射都會被摸頂，第2座發射台就吸取了這個教訓。同時，為了保護發射台面的安全，第2座發射台的台面還安裝了水冷鋼板，而發射台下方是水冷鋼管導流槽，這些鋼管表面有細小的孔洞，可以像水冷鋼板一樣向外噴出水。為了滿足第2座發射塔的用水需求， SpaceX 搞來了4個大型水罐給水冷鋼板供水，5個小型水罐為發射台面的水冷鋼板供水。相比之下，第1座發射台的水冷鋼板系統由3個中型水罐和4個小型水罐供水，
而梅西測試場的近代點火測試台使用的水冷鋼管則是3個中型水管加1個小型水管供水。在生產區，高機庫被拆除了，一同被拆除的還有星際之門建築，這裡以前是生產區的正門和前台。另外，新建超級工廠突出的一個尖角也被拆掉。拆掉這些建築之後 ，SpaceX 將會在該區域建造新的巨型機庫 Gigabay， 並且這個建築將會與超級工廠連接成為一個整體，方便快速加工。為了方便這2座建築的連接，超級工厂內部還要進行更多的修改，推土機都被開進超級工廠裡拆家了。在卡納維拉爾角 LC-39A 的发射台已經再次開始了建設。此次新的发射台設計使用了與新建成第2座发射塔相同的設計，導流槽與新发射台也都已經開始了建造。LC-39A 的筷子機械臂也正在進行加強工作。這段時間裡，關於新建成還有一個大新聞，那就是2025年5月3日，關於新建成建設的投票正式獲得通過，贊成率高達 97.74%。從此 ，Starbase 新建成正式成為了德克薩斯州 C 類自治市，博卡切卡村成為了歷史。新建成的市長與市委員都由 SpaceX 的員工選出，由此獲得了地方政府自治權。SpaceX 對當地的建設和管理可以實現自己審批自己，相對而言更加自由，可以減少外部干預。同時，老馬還能像玩城市天際線一樣對這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新建成的轄區不僅包括了發射場、生產區、梅西測試場，還包括了新開發的商業區和學校，以後或許會大有可為。接下來我們還是和以前一樣，從時間線上捋一捋這段時間內星艦以及各個測試官的測試進度。時間倒回到第8次試飛之後 ，B-15 在成功回收之後放回发射台，連接 QD 裝置、排空剩余推进劑，解除 FTS 之後卸下发射台返回生產區檢查，整個流程不超過24個小時，再次取得了明顯的進步。3月10日執行此次試飛任務的星艦 S-35 前往梅西測試場。值得注意的是 ，S-35 以及之後的星艦上安裝的掛點都是正式的回收掛點，可以發揮作用，而不是前2艘星艦上面的非功能性測試板。3月11日 ，S-35 完成低溫測試，第2天 S-35 又進行了2次低溫測試，隨後返回生產區。3月16日 ，S-37 的鼻錐進入機庫 ，S-37 開始堆疊。3月17日，數百輛攪拌車抵達新建成，開始為第2座发射台澆築水泥。因為車輛太多，還有倒霉蛋不小心開到了泥地裡。而生產區這邊高機庫的拆除工作也已經正式開始。3月19日，拆除了全部發動機的 B-15被運到了火箭花園，和 B-12住在了一起，頭上還加了個蓋兒。同時，第2座发射塔的筷子也開始進行移動測試。3月21日之前，在梅西測試場進行低溫測試的 B-16返回生產區。3月28日 ，FAA 和 SpaceX 結束了新艦第7次試飛的調查，確定了事故原因是因為比預期更強的共振以及推進系統的故障。在此之前 ，SpaceX 已經完成了內部調查，並確定了11項改進措施。FAA 當時也進行了批准，結果第8次試飛又出了問題，這改了也沒用啊。因此，第9次試飛需要提交新的糾正計劃。4月1日，執行此次試飛任務的助推器 B-14-2前往發射場。由於 B-14已經參加過了第7次試飛，因此其名稱由 B-14改為了 B-14-2。當然，這種名稱屬於大家約定俗成的叫法，你也可以叫它 B-14.2。SpaceX 官方並沒有什麼說明，但我們都知道 B-14.2 這種命名方式在之前的新艦程中就已經有過了。SpaceX 有時會對新艦的某一個結構進行具體測試，但是又不能把這一部分結構單獨拆下來，也不想為了測試專門造一艘完整的新艦。這時候 SpaceX 就會選擇製造與這艘新艦一部分結構相同的小型測試管，命名上就用點和數字後綴來命名，比如 B7.1、S24.1、B14.1 等等。為了防止命名衝突造成誤解，我們以後在描述復用的助推器與新艦時，還是按照槓加數字後綴的規則來命名吧。B-14-2此次攜帶的33台發動機中，有29台都參與過了上次飛行測試，其中那台314號發動機更是已經參與過了2次飛行測試，準備進行第3次飛行了。4月3日 ，B-14-2完成了近代點火測試，全部33台發動機都工作正常，並且大家都恢復了原形。由於當前助推器底部設計的問題，在載入時發動機們會承受更高的高溫高壓，或多或少都會變扁。老馬之前說這個問題並不嚴重，很容易解決，現在看來一噴就圓了。當然，這麼反覆蹂躪發動機肯定不是長久之計。
這種問題將會在下一代助推器上通過新的尾部設計得到解決。4月8日 B14-2 回家安裝熱分离環， B14-2 的热分离環堵住了部分開孔，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讓助推器在熱分離時朝向預定的方向旋轉。在此之前，助推器在熱分離時的翻轉方向都是隨機的，朝哪裡轉完全看上面新建發動機點火時的心情。雖然無論朝哪裡翻都可以通過發動機的矢量控制系統再給調回來，但如果能夠控制最好的翻轉方向，就可以節省更多的推進劑，增加運載能力。與此同時 ，B17 前往梅西測試場進行了一次低溫測試。4月9日 ，B15 從火箭花園又回到了生產區 ，B17 則進行第二次低溫測試。4月12日，第二座发热台的2段水冷鋼管運往發熱場，並在第二天完成安裝。4月15日 ，B17 返回生產區。4月26日 ，S36 前往梅西測試場，並在第二天進行2次低溫測試。4月28日，在 S35 去梅西測試場進行靜態點火的同時 ，S36 返回生產區。4月30日 ，S35 進行單台海平面發動機的靜態點火測試，用於模擬離軌點火。5月1日 ，S35 進行長時間靜態點火，結果在點火點到30秒時出現了故障和爆炸，發動機受損，點火提前終止。隨後 ，S35 返回生產區進行修理。5月7日，第二座发熱台前往发熱場，由於第二座发熱台重達1200噸，運輸過程中還遭遇了陷車，最後通過調整終於脫困。同時 ，FAA 批准了 SpaceX 新的環境評估，允許第二座发熱台的使用和星艦的升級，將每年的發熱次數以及1級與2級的着陸上限從5次提升至25次，還允許 SpaceX 在發射與着陸活動時進行面積更大的區域管制。同時 ，FAA 還確定了在載入階段星艦解體屬於計劃內事件，不會再觸發調查。啊，這什麼老馬進步之後的霸王條款？5月10日，一個新的測試罐 TT17 前往梅西測試場，並被放入新的罐頭破碎機中進行測試。該測試罐是首個3代助推器測試罐，其底部採用了無罩設計，並安裝了不鏽鋼隔熱瓦，側面還安裝了用於連接液壓裝置的開口，用於對其內部的結構進行具體測試。5月11日，修理完成的 S35 前往梅西測試場，並在當天準備進行靜態點火，但最終選擇終止。第二天 ，S35 進行了60秒的長時間靜態點火，結果還是留下了一些小問題，需要後續進行更進一步的測試。很多人看到這裡肯定會問，為什麼 SpaceX 不進行模擬全程工況，時長達到數百秒的靜態點火呢？水冷鋼管的水不夠倒是個小問題，畢竟水不夠多加水罐就行了。其實主要的原因有2個，第一個原因是拉不住。星艦進行靜態點火時，可以將液氧儲罐加滿用於壓秤，再加上測試台的固定裝置，基本就差不多了。但如果進行更長時間的靜態點火，推进劑到點火的後半程就基本消耗的差不多了。而星艦你別看它是個火箭2級，它的實際推力非常大，甚至超過了長5的起飛推力，想要在測試台上拉住它是非常困難的。而且無論是在載荷艙裡加重物壓秤，還是選擇對發動機進行節流，亦或是選擇其他方式拉住或者固定住星艦，這些行為本身都會導致測試數據發生變化，不能完全模擬在太空中飛行的工況，從而使得進行全程靜態點火測試變得沒有多大意義了。在 S35 進行長時間靜態點火的同一天，第二座發射台也已經吊裝完畢。第二座發射台內部有20個新一代的夾具，在從生產區運過來之前就安裝了4個，而這4個夾具正好成為了發射台吊裝時的吊點。5月13日 B14-2 前往發射場 ，S35 返回生產區。5月17日，在發射場檢查出問題的 B14-2 返回生產區進行發射前的維修。S35 也更換了發動機。與此同時，第二座發射台的筷子進行負重測試，就是在筷子下面吊裝大水袋。第一次測試使用了400噸水，比當年第一座發射塔少了300噸。在這些測試的同時 ，SpaceX 的員工們還在寬機庫頂部的酒吧裡舉行婚禮派對，成為了本市建設以來的第一場婚禮。在之後的幾天裡，第二座發射塔的筷子繼續進行負重測試。由於測試時需要先將筷子放下來，再把水袋加滿水，然後再將筷子升到發射塔的頂部。有人覺得這太麻煩了，於是就想了一招，他們搞來了非常長的繩子，先讓筷子升到頂部，然後再在底部給水袋加水，這樣就省去了筷子反覆升降的過程了。於是新一輪的負重測試直接使用了14個水袋，結果在加水的時候，蛋蛋們在長繩的拉扯下互相纏繞打轉，最後他們只能化身拆彈專家，卸掉了幾個蛋蛋，最終的負載重量約840噸。
5月20日，助推器 B18 開始堆疊。5月21日 ，S35 又前往梅西測試場。由於此時的 S35 已經安裝了 FTS， 因此不能進行静态點火測試了，只能在第2天進行了渦輪起旋測試。結果這起旋還旋了2次，第1次還沒成功，直到第2次才旋了出來，這也過於命途多舛了。5月22日 ，FAA 頒布了星艦第9次試飛的許可證。FAA 認為 SpaceX 滿足了所有嚴格的安全、環境與其他許可要求。同時要求其將星艦第9次試飛的危險區範圍由885海里擴大至1600海里，並且為了減少對航班的影響 ，FAA 要求 SpaceX 將發射窗口設置在非空運高峰時段。FAA 還正在與英國、墨西哥、特克斯和凱克斯群島、巴哈馬和古巴保持緊密的聯繫與合作，防止再出現什麼意外。5月23日，隨着 S35 返回生產區 ，SpaceX 官方也發布了星艦第9次試飛的預告，以及第8次試飛的事故原因。在第8次試飛過程中 ，B15 個別發動機在返回與着陸階段無法點火的原因主要是點火器過熱。SpaceX 將在發動機中採取額外的隔熱措施以解決該問題。而 S34 墜毀的原因則被認為是猛禽發動機出現了故障，導致其推進劑意外混合並點火。在2級點火後約5分30秒，一台海平面發動機出現爆炸，隨後迅速引爆了其他2台海平面發動機和一台真空發動機。最終在2分鐘之後，火箭遙測數據丟失，所有發動機也已經全部報廢 ，FTS 啟動，飛船解體爆炸。因此，雖然第8次試飛的故障在時間線上與第7次試飛相似，但2次故障的原因截然不同。針對第7次試飛的改進措施，在第8次試飛故障之前就已經按照計劃運行。而為了解決新的故障 ，SpaceX 已經在麥克雷戈進行了100多次猛禽發動機的長時間點火。在 S35 上 ，SpaceX 選擇加固猛禽發動機的關鍵接頭，防止發生洩漏，並配備更新的氮氣吹掃系統，並改進推进劑排放系統。星艦在未來將會引入猛禽3發動機，通過新的設計從根源上解決這些問題。現在的猛禽3發動機正在麥克雷戈進行頻繁測試，並且已經出現了真空版的猛禽3發動機。在此次試飛過程中 ，B14-2 將會在下降過程中以更大的迎角飛行，以此來獲得更多的阻力用於減速，從而進一步節省推進劑。同時，在着陸點火期間，3台中心發動機中的1台將會被故意關閉，用於進行极限測試。由於 B14-2 是2手助推器，還要進行這麼多極限測試，因此 B14-2 將不會進行回收，而是選擇在墨西哥灣上空關閉發動機，火箭將會直接進行硬着陸。老馬現在緊隨董王的步伐 ，SpaceX 從上一次試飛開始，已經在官方公告中將墨西哥灣全部叫做美國灣了，我們這裡還是叫做墨西哥灣。同時，星艦 S35 的測試內容還是那些東西，包括部署星鏈模擬器在太空中進行立軌點火，拆除部分隔熱瓦進行測試，使用多種金屬隔熱瓦以及一種再生冷卻隔熱瓦，在隔热瓦的邊緣使用平滑过渡，在载入過程中的 Max-Q 處對機翼結構進行極限測試等等。哎呀，3回我都說煩了。哦，對了 ，S35 上還貼着那個龍飛船貼紙呢。哎呦，咱要不別貼了，這玩意兒貼一次炸一次，這龍飛船克星艦呀。為了保證發射成功 ，SpaceX 當務之急是趕緊把傑西卡主試給請回來。每次傑西卡只要出場，星艦的試飛都會基本順利；每次只要不出席，或者出席了但是沒有在星艦城本地，試飛都會出問題。如果要說這次 S35 和上次 S34 有什麼區別，除了前面已經說過的對應改進之外，主要就是裝載星鏈模擬器的數量不一樣，側面使用平滑與錐形邊緣的區域更多。5月24日 ，S35 安裝了星鏈模擬器。第2天 ，B14-2 出發前往發射場。5月25日 ，S35 前往發射場。當天晚上 ，S35 就與 B14-2 完成了堆疊，發射時間正式瞄準當地時間5月27日及北京時間5月28日。不過，大家對這次發射相當的沒有信心，甚至有攝製組專門跑到加勒比海的无人島上，準備提前佔據有利位置拍攝星艦墜落的煙花。人家名都想好了，就叫天幕危機。不過老馬倒是很積極，直接御駕親征。本來他還要在發射前幾個小時發表一篇戰前演講，其名為《邁向多行星生命之路》。但在臨發射前幾個小時搞演講實在是太耽誤事兒了，因此老馬又臨時將這篇演講推遲到了9飛之後。當然，也有可能是老馬自己對9飛的結果心裡也沒底，就不提前立 flag 了。另外，美日宇航員也來到了現場，並跑到了超級工厂裡，對老馬做了一次簡短的採訪，主要談論了這次任務中最重要的隔熱瓦問題。結果，還有人在採訪畫面中發現了下一代助推器的熱分離環。
與此同時，星艦正式進入了發射程序，傑西卡主持也來到了現場。2025年5月28日，星艦第9次試飛正式開始。6, 5, 4, 3, 2, 1. Vehicle is pitching downrange. Booster Raptor, inlet pressure nominal. You can feel the building shaking here, feel the vehicle's power. We're just about a minute away from shutting down those engines on booster engine. Today, foot straight up. Those engines powering down. Booster engine cut off. 此次星舰发射展示了新 UI， 更加類似於獵鷹9號。左側顯示星艦姿態、發動機狀況與燃料狀況，中間顯示進度條與發射節點，右側顯示高度與速度。但在1、2級分離之後，到1級工作結束之前的這段時間裡，由於要同時顯示1級與2級的狀態，導致左右4個畫面框不夠用了。1級的高度與速度、2級的速度都沒有顯示，其給出的數據還變少了。起飛後2分40秒，星艦完成熱分離程序，助推器向上翻轉。至此 B14-2 完成了上升階段的任務。遙想當年，獵鷹9號直到第32次飛行才實現了助推器的復用。那一次使用的1級助推器 B1021於2016年4月8日首飛，2017年3月30日復用，週轉時長接近1年。如果再往前追溯到2015年12月22日，獵鷹9號首次回收成功，其時長跨度則接近1年半。而現在，星艦在第9次飛行就實現了助推器的重複使用。從2025年1月17日 B14首飛到2025年5月28日 B14復用，總時長僅為4個月。這還是建立在星艦第7次與第8次試飛2級都拖後腿的情況下。由此足以看出 SpaceX 多年以來的積累與進步。發射後3分30秒 B14-2 拋棄熱分離環，隨後由於 B14-2 以更大的迎角飛行，其尾部的灼燒更加嚴重。6分14秒 B14-2 開始進行着陸點火，首先點燃中心3台發動機，再分2批點燃外圈10台發動機。不過在着陸點火的過程中，有1台發動機未能成功點燃，隨後 B14-2 還引發了爆炸，沒能成功完成最後的着陸點火。與此同時 S-35 已經在遙遠的天邊進入了太空。此次的 S-35 終於是挺到了發動機關機，沒有在飛行的前半段爆炸，但在關機前的最後階段，一台真空發動機已經出了問題，管路開始燒蝕，在之後燃料也發生了洩漏，由此導致了 S-35 姿態明顯失控，因此釋放載荷與離軌點火都沒有進行。其實釋放載荷的過程已經開始了一點，只是沒有卡住了。姿態一旦發生了失控，載入就不可能順利完成了。在載入過程的後半段 ，SpaceX 又換用了新的載入 UI， 但最終 S-35 還是徹底丟失了遙測數據，任務結束。此次任務雖然時間跨度更長，但就實現的測試目標而言，相比於前2次試飛，並沒有明顯的進步。載入階段的格爾瓦仍然沒有得到充分測試，究其原因還是在2級的上升段，發動機與管路就出現了問題。這說明星艦2代的設計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上次試飛星艦又沒能成功降落，這事首先影響到的就是老馬本該在上次試飛之後進行的一次技術更新演講直播，又搞成這個樣子，那還播啥呀？乾脆拖了2天放了個錄播出來。裡面還有一些經典的畫餅內容，比如年產1000艘星艦的超級工廠，從2026年開始的火星計劃，還有什麼火星互聯網、火星着陸點、火星城市。旁邊的意大利倒是對火星計劃很樂觀，後來還和 SpaceX 簽了合同，將自己的載荷放到了首批火星飛船上。要是說這些大餅裡面有什麼是已經推進完成了的項目，可能就是老馬用火星第1着陸點阿卡迪亞地區的名字給自己女兒命名。
前段時間還有一些個无良媒體去斷章取義，說老馬放棄火星計劃了。一看原始信息源是去年大選之前的一次採訪，合着是計劃放棄又重啟了是吧？人家原文說的是老馬以後不把火星移民當做一個政治項目，而是當做一個單純的科技項目去做了。很久之前，老馬和 DeepMind 的創始人哈斯比斯聊過天，哈斯比斯說：“我正在搞超级 AI， 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項目。”老馬說自己正在把人類變成星際物種，我能把你送上天，你的 AI 能上天嗎？最後哈萨比斯的回答說：“就算你能跑到火星去，我的 AI 也可以在软件裡跟着你一起過去嘛。”這直接給老馬幹沉默了。直到去年，老馬才悟到了另一層意思：地球上的問題在地球上解決不了，就會一樣跟到火星去。所以在火星上建立一個政治上的理想國是不現實的，其最大的意義還是在於科技探索。這就是後來的所謂老馬放棄了將火星作為一個政治項目去推進，而單純將其視為科技探索。其實就是這麼個事兒，被媒體斷章取義了而已啊！這些媒體都把斷章取義刻進 DNA 了。我們還是來看看老馬這次技術更新的主要內容吧。它主要是講了星艦3代的改進。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星艦和助推器的换代問題。按最開始的官方宣傳來說，現在打的這些組合應該叫做1代助推器打 1.5 代星艦。為什麼是1.5代而不是2代呢？因為在最開始的規劃中，2代星艦的完全體是要安裝猛禽3發動機的嘛。但是因為猛禽3的进度沒趕上，臨時改了一批猛禽2發動機來用，於是乎就成了現在這種上不去下不來卡這裡的情況。結果在這次演講中，老馬直接對星艦進行了重新換代，現在的這批星艦就叫2代星艦，而以前預想的完全體2代星艦在融合了一些技術更新之後，直接變成了3代星艦。現在的這些1代助推器也被重新化成了2代助推器，以此來完成和星艦的統一。而之前規劃中的2代助推器則變成了3代助推器，這樣一來，從 S39 和 B18 開始往後的星艦和助推器都為第3代產品。老馬在接下來的演講中，對第3代星艦與助推器的主體結構與性能做了詳細的介紹，還包括了猛禽3發動機的進度與未來的各種展望。與這些未來展望相呼應的，還有新建成和卡角基地的一系列建設工作。新建成現在不是正式建成了嗎？有了自己的城市標誌，所以老馬就開始玩城市天際線，抬手就造了100多個住宅和商業建築，還給自己的工廠修大門結果修着修着修到了公路上，被人追着罵。在發射場的对面，老馬還開始建造一個空氣分離廠，占地面積 1.66 英亩，用來生產液氧和液氮。以後真去了火星，還得指望空氣分離技術呢。這時候肯定有人要說了，既然是去火星做的技術驗證，那在實驗室裡搞搞就差不多了嘛？你在整個星艦城裡都這樣搞，不會搞得成本很高嗎？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現代工業化生產液氧和液氮用的就是空氣分離技術嘛。老馬連這點錢也不想讓供應商賺了，全部自己動手，丰衣足食。而且這麼幹還能減少每次發射去發射場的運輸罐車的數量。反正 SpaceX 現在有的是錢，估值都4800億美元了，半年时間又上漲了近40%。按照現在的趨勢，明年 SpaceX 的營收就超過 NASA 的預算了。這導致 SpaceX 現在還有閒錢投給老馬的其他項目，比如 XAI 之類的。新建成其他項目也在穩步推進，包括巨型機庫和第2座發射台。在卡納維拉爾角 LC-39A 的新建塔也在繼續改造，水冷鋼管已經運輸安裝，旁邊還開始新建儲罐場。第4座新建塔也已經開始建造。一些發射台相關的部件還在從新建成裝船運往卡角。隔壁 UIOA 的 SLC-37發射場的一些建築在 SpaceX 接手之後被爆破拆除了。在 SpaceX 執行爆破作業的同一天， UIOA 的 CEO Tory 的 X 賬號還被盜了，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啊！以後這裡將會建造2座新建塔，每年進行76次發射，再加上 LC-39A 的每年44次，以後卡角每年就能有100多次新艦發射了。但是在往前看的同時，也得看一看現在這些個不爭氣的新艦2代們。老馬說，剩下的3艘新艦2代將會加快頻率，快速發射，趕緊把該做的測試都做一遍了事。但後來我們都知道了，剩下的新艦2代們既沒有加速發射，也沒有剩下3艘。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們現在就來給大家介紹。星艦9飛剛結束的時候，本來要執行星艦第11次試飛的 S-37就前往梅西測試場去做低溫測試了。為了趕時間，連格爾瓦都沒怎麼裝，進行了2次低溫測試之後，就趕緊返回了生產區。站在後來的視角來看，這顯然是非常正確的決定了。之後執行本次試飛的 B-16也在 S-37返回的同一天前往了發射場，快速完成静態點火之後返回。本來到這時候靜態點火的流程都已經輕車熟路了，結果 B-16第1次點火還沒點出來，等到點火點完了之後下發射台，還因為和運輸支架對接時沒有對齊，導致出現了碰撞。
後來看起來发動機們倒是蠻結實的嘛，也沒有撞壞。幾天之後 ，FAA 完成了對星艦第8次試飛的事故調查。你沒聽錯啊，這是第8次，不是第9次。你這第9次都飛完了，第8次的報告才出來。報告中指出 ，SpaceX 針對問題進行了8項設計改進，並且已經在第9次試飛中實施。但很顯然，按下葫蘆又起瓢，2代星艦的事怎麼總是那麼糟糕呢？6月15日，本來該執行第10次試飛的 S-36帶着它的神奇的龍飛船貼紙前往了梅西測試場。這個龍飛船貼紙啊，現在都成星艦的出廠設置了，人家把這玩意兒直接融合進了星艦的結構設計裡。6月17日 ，S-36進行了單發動機點火，之後 S-36將要進行全發動機點火。本來在點火點完之後，星艦就預計在6月30號發射了。真是良辰吉日啊！去年的這一天就是天龍3飛起來的日子。後來的事兒大家也都知道了。2025年6月19日 ，S-36在靜態點火前發生大爆炸，直接創造了星艦城有史以來最為巨大的爆炸。事後查明，此次事故的原因是这次採購的星艦載荷艙內部的 COPV 質量不行，有內部損傷，在之前的檢查中還沒檢查出來，結果還沒達到標準壓力就爆了，因此引發的 COPV 爆炸進一步波及到了主冠，最終導致了 S-36的大爆炸。外包真是害人啊！有意思的是 ，SpaceX 早在10年前就因為外包的 COPV 質量不合格導致過發射失敗。之後的星艦將儲罐增壓方式換成自增壓，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 COPV 的使用，但最終還是沒能逃過命運。SpaceX 現在用的這批 COPV 是採購的新技術產品，重量相比於傳統的 COPV 要輕50%，但缺點就是強度相對較低。結果這次還真就栽在這上面了，真是麻繩專挑細處斷。SpaceX 之後的改進措施，除了增加新的探傷與驗收流程之外，還會增加額外的防護罩，另外將 COPV 的工作壓力降低20%。都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老馬在這段時間，因為在政府效率部的工作達到了法律規定的每年130天的上限，所以在期滿之後就退休了。當時還收到了川普的白宮金鑰匙，結果退休之後沒幾天就跟川普因為大美麗法案的事鬧掰了。雖然後來因為加州南蠻入侵的事又和好了，但沒過幾天又因為大美麗法案鬧掰了。老馬氣得要自己整新政黨，還試圖退役龍飛船。後來因為網友講和又不退役龍飛船了。另一邊，董王也氣得去審查 SpaceX 的政府合同，結果查了一圈，發現這些合同一個都動不了，根本沒有其他任何公司能夠替代 SpaceX 的作用。他們兩個人吵架，還把艾塞克曼的局長給弄沒了。艾塞克曼能來也是因為老馬推薦嘛，因為他之前給民主黨捐過款，本來就不受董王待見，現在既然和老馬鬧掰了，那局長自然就沒了。他們兩個激情互噴了老半天，倒是也沒什麼實際上的影響。要真細說起來，後來還有對老馬的好事呢。董王後來為了促進商業航天產業發展，專門簽署了行政令，要求 FAA 大幅精簡商業航天的審批流程，並且設立專員提高審核效率。這次簡化是從發射到載入再到發射場基建的全面審核優化，對老馬倒是有很大的利好了。我們回到梅西測試場，經過 S-36這麼一折騰，梅西測試場褲衩子都給崩飛了。不僅是靜態點火試射台被炸得報廢，旁邊很多裸露的管線也一起上天了，員工的汽車都沒了，還有一部分碎片直接被炸出國，崩到了墨西哥。老馬當時還發帖說，這只是一個小擦傷啊，這其實是一個梗啊，這麼整肯定是非常肉疼的。在事故發生後不久 ，SpaceX 009號的工程團隊就被抽調了約20%的人員調往星艦城工作6個月。用於繼續加速推進星艦工程。這時候 SpaceX 就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現在的星艦2代只剩下了2艘，而第3代的星艦 QD 接口與第2代星艦是不通用的。在原本的計劃中，剩下的3艘2代星艦在完成靜態點火測試之後，測試台就會進行改裝，換成3代的星艦接口。現在測試台直接被崩飛了，如果按照2代星艦的接口進行重建的話，進行2次點火之後就要繼續拆除重建，實在是划不來。於是 SpaceX 乾脆找到了另一個能進行星艦靜態點火的地方，這就是星艦的發射台。星艦的發射台由於是給助推器適配的，因此星艦不能直接放進去。如果想把星艦塞上去的話，就需要先把一個轉運平台放上去，充當轉接接口，再往上安星艦。
由于普通的轉運平台都是鏤空的，這樣幹可以減重嘛。但是在靜態點火的時候，把星艦放在一個鏤空的環上可不行了，這玩意兒往外漏火呀。所以還要把這個轉接環進行改造，把鏤空的地方給堵起來。同時，為了滿足真空猛禽發動機在海平面測試的點火需求，還要在上面安裝額外的真空猛禽支架。明確了這個思路之後，新建成的工人們就和新來的外援一起繼續熱火朝天的幹活了。發射台那裡從1級的大 QD 裝置往外引出來幾根管子，同時新建過去進來點火的時候，先把 QD 面板提前對接好，再和這幾根管子對接起來，這樣就能進行臨時的燃料加注和進來點火了。而梅西測試場那裡則直接針對第3代星艦與助推器開始重建，進行進來點火測試的 QD 裝置全部按照第3代標準修建。除了更換新一代的燃料供應系統之外，還對之前一些處在危險區域的儲罐進行調整，把它們挪到離近代點火測試台更遠的地方。同時，測試台內部的水冷鋼管也進行更換。結果重建的時候還把一個吊車給幹倒了。梅西測試場還有針對助推器和星艦的低溫測試台，由於它們和近代點火測試台是分開的，受到的爆炸影響相对較小，所以在7月底的時候，最後一艘2代星艦 S-38還可以前往梅西測試場進行低溫測試。與此同時，第一座發射台也針對星艦的近代點火測試完成了相應的改造。S-37前往點火，結果第一次嘗試又沒點出來，這也沒辦法，臨時改造的東西嘛，肯定不是特別靠譜。但還好在後來的2天中 ，S-37順利的進行了單發動機和全發動機近代點火。之後 ，S-37和 S-38分別返回生產區，那個臨時改造的近代點火轉接環也卸了下來，運回生產區。結果運到一半的時候，這個圈突然回去了。為什麼呢？因為先到生產區的 S-37對發動機一檢查，發現真空發動機又壞了。這簡直就是2代星艦揮之不去的頑疾啊！因為真空發動機在海平面進行測試的時候，本來就因為大氣壓的問題導致其更容易損壞，再加上這些個2代星艦在管路設計上指定是有點說法，就導致他們在進行真空發動機近代點火的時候就特別容易壞。那還能說啥呢？換個真空發動機繼續回發射場再來一遍吧。因此，到8月11號的時候，換好了發動機的 S-37又一次前往發射場進行測試，但這次測試就不用把火點出來了，只需要進行起旋測試，驗證發動機沒什麼問題就行，不然一點的話又容易給點壞了。結果這次連起旋測試都沒能一次測好，那些臨時拉出來的管路發生了洩漏，於是測試只能臨時取消。工人們連夜更換了洩漏的管路，終於在第2天，也就是8月13日完成了起旋。至此，執行第10次試飛的 B-16與 S-37完成全部相關測試，具備飛行條件。在他們進行測試的同時 ，SpaceX 也趁着自己新建成的員工充沛，幹了點別的，比如繼續在梅西測試場對第3代助推器測試罐 TT-17或者叫 B-18.1進行測試，包括壓力測試和低溫測試，甚至還去水裡把 B-13撈回來了，就是第6次試飛那個。撈回來之後又繼續拖到梅西測試場做檢查，一部分發動機還拉去了麥克雷戈。8月15日 ，FAA 宣布完成對星艦第9次試飛的調查 ，SpaceX 也進行了相應的試機改進，許可證通過。接下來就看 SpaceX 自己的了。SpaceX 也緊跟着發布了星艦第9次試飛的調查報告、S-36的事故報告和第10次試飛的預告。在第9次試飛的過程中，1級重複使用的 B-14以創紀錄的17度拱角載入測試性能極限。在進行着陸點火時，13台發動機中有12台成功重啟，但在點火之後迅速爆炸，其原因是拱角太大，導致助推器結構承受了過大的壓力，特別是漿液管部分，最終導致管路損壞，引發甲烷與液氧的混合燃燒，直接導致了助推器爆炸。之後的2代助推器會選擇在返航時稍微減少一些拱角，更激進的拱角測試將會在下一代助推器上開展。畢竟下一代助推器搞了個跟獵鷹9號一樣粗的漿液管，結實得很。2級 S-35方面，在分離3分鐘之後，鼻銳處的傳感器就檢測到載荷艙內的甲烷濃度異常升高。這載荷艙裡的氣壓怎麼越來越大呀？而且甲烷儲罐裡的壓力還越來越小，合着是甲烷漏到載荷艙裡來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因就出在星艦那個自升增壓系統上。由於燃料的不斷消耗，儲罐裡的東西越來越少，壓力就會降低。為了維持住合理的壓力，猛禽發動機會將一部分甲烷氣化之後引入一根管道，再通過這根管道連接到甲烷儲罐的頂部，從這裡將氣態的甲烷重新輸送給甲烷儲箱，以此來維持儲箱內的壓力平衡。問題就出在這裡，由於直接將管路中的氣體噴到甲烷儲箱裡，會因為氣流過大擾亂儲箱裡的液態甲烷，所以 SpaceX 在管路的出口處安裝了一個主燃料箱增壓系統擴散器，就像在水管上面安裝了一個花灑一樣，讓氣流均勻緩和一些。
結果這玩意兒出毛病了，因為它就裝在主燃料箱的頂部嘛，它一洩漏，直接導致本來該進到甲烷儲箱裡的氣態甲烷跑到載荷艙裡去了，也就導致了我們剛才看到的情況。現在自升增壓和 COPV 增壓2個方式的毛病也算讓星艦都體驗一遍了。在刚剛出現這種情況時 ，S-35也在試圖自救，比如通過 COPV 罐裡面的高壓氣體補償主燃料箱缺失的壓力。因為這些自救措施 ，S-35成功撐到了發動機關機，但之後就實在沒有辦法了。發動機關機之後，由於鼻錐處的異常高壓與發動機計劃排氣疊加，引發姿態誤差累積，導致自動故障系統禁用了排氣功能。載荷艙門也因為結構負載異常而無法開啟，離軌點火測試也取消了。之後，星艦通過 RCS 逐步修正姿態並重新排氣，情況似乎要好起来了。但很快，載荷艙內的攝像頭顯示，甲烷储罐已經完全泄漏，液態甲烷已经滲入鼻錐了。至此，星艦徹底无力回天，直接執行了自動鈍化指令，也就是把剩餘燃料排空，然後落回大氣層自毀，最終於印度洋上空59公里處徹底失聯。第9次試飛的故障原因已經在麥克雷戈進行了復現，進行改进後的气体擴散器已經完成了超10倍壽命的嚴格工況測試，至少下次試飛應該是不会在這個地方出問題了。與第9次試飛事故報告同時發布的還有第10次試飛的預告。第10次試飛預計於當地時間8月24日下午，也就是北京時間8月25日清晨進行。1級的測試內容稍微有些變化，將進行多項額外的飛行實驗，以此來收集更多特殊情況的數據。在分離返回時，和上次一樣都要進行受控的翻轉。主要測試目標仍然聚焦於最後的着陸點火。此次助推器仍會降落在墨西哥灣或者是美國灣上。在最後的着陸點火過程中，中心3台發動機會主動關閉一台，同時中圈的10台發動機會啟動一台來頂上，以此來驗證在特殊情況下能否靠中圈發動機的備份來完成着陸。在着陸點火的最後時刻，仍然會僅使用2台中心發動機，並在海面上空實現完全懸停。之後發動機關機，助推器降落海中。此次試飛仍然沒有選擇回收助推器，主要也是因為第一座法爾台2代助推器2代星艦和第二座法爾台3代助推器3代星艦，它們都是互相不兼容的。而現在2代星艦裡面沒飛的就剩一個 S-38，回收回來幾個2代的助推器以後也用不上了，還不如全部拿來做極限測試。而此次試飛的2級測試項目還是那些東西。4回我都介紹麻了，包括在太空中放8個星鏈模擬器進行離軌點火測試，進行多種格爾瓦測試，側面拆除部分格爾瓦邊緣接縫處用平滑和錐形的邊緣處理，同時也拆除和更換了部分格爾瓦，還裝上了什麼金屬格爾瓦和主動冷卻格爾瓦。艦體兩側安裝了回收掛點，同時在載入階段的 Max-Q 時對機翼結構進行極限測試。這一次次的折騰多少遍了？這次的降落地點還是在印度洋 ，SpaceX 會在澳大利亞那邊再次出動拖船。如果降落成功的話，就把 S-37拉回港口。8月17日 B-16裝好了 FTS， 並在8月21日轉移到了發射場。8月23日凌晨 ，S-37開始裝載星鏈模擬衛星，這時間倒是卡得非常緊啊！裝完之後馬上推出到發射場，距離發射已經不到24小時了，也是輕車熟路了，一點額外測試都不做，堆疊好了就打。想當年堆疊都得堆疊多少遍呢？還得有一大堆加注測試和試彩排，現在啥都沒了。在 S-37前往發射場時，天空中還下着小雨，此時的天氣預報也不容樂觀。發射日的天氣放行率只有 45%， 但隨着時間發展，發射日的天氣竟然越來越好了，真是天有星艦。可惜的是地不有星艦，地面系統出了問題，星艦射不了。經過檢查，是星艦2級的 QD 裝置出了問題，液氧發生了洩漏。你看這1級的 QD 裝置，經過之前那麼多的折騰，竟然沒事兒，反而是這麼長時間以來什麼都沒幹的2級出問題了。這麼一搞，星艦的發射不得不推遲，還導致來這裡導彈的一個墨西哥環保組織撲了個空。在查明問題所在之後，新建成的工人們迅速行動，檢查並更換星艦2級的 QD 管線。部分工人從黃昏幹至深夜，又從深夜幹至黎明，途中還下起了小雨。他們就這樣連續在雨中工作了10幾個小時，終於完成了對2級 QD 管路的更換，簡直是美利堅超人。得益於他們頑強的精神與極致的效率，星艦於第2天就準備完畢，再次嘗試了發射。結果這一天地面設施好了，天上又開始颳風下雨，憋了半天還是射不出去，於是發射只能繼續推遲1天。但可惜的是，之後1天的天氣預報依然糟糕。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老馬只能使用恩情武器了啊！馬斯克爺爺馴服天氣。果不其然，在發射前半天左右，原本非常惡劣的天氣迅速好轉，星艦也終於在第2天進行了試飛。當地時間8月26日下午及北京時間8月27日清晨，星艦第10次試飛正式開始。
Minus 10, 9, 8, 7, 6, 5, 4, 3, 2, 1. Vehicle pitching downrange. Booster chamber pressure nominal. All right, we're a little over 1 minute into flight, about to pass through Max Q. Max Q. Should be fishing. Space flight startup. Space operation. 此次试飞中 ，SpaceX 的 UI 界面显示的星舰姿態從2維平面變成3維立體的了，並且在載入的時候，右下角的遙測信號中還加入了過載計值。但是遙測信號和直播畫面還有時間延遲，我們之後的播報以遙測信號為準。在發射後1分33秒，中圈一台發動機出現故障，但得益於星艦助推器的充足的冗餘，並沒有什麼影響。2分50秒時，星艦完成熱分離，隨後助推器順利完成返回點火並拋棄熱分離環。發射後6分18秒，助推器着陸點火開始，內圈13台發動機點火，之前壞的那一台發動機也沒有點着。6分23秒時，中圈發動機關閉，着陸點火冗餘測試開始。此時中心一台發動機關閉，而中圈發動機中最靠近這台發動機的一台發動機保持點火，成功維持了平衡。6分37秒時，這台中圈發動機也成功關機，僅留中心2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點火。6分41秒時，着陸點火結束，助推器順利入水。而在另一邊，8分45秒時，2級真空發動機關機；9分鐘時，海平面發動機關機，星艦順利完成上升階段，並順利開展了其餘所有測試項目。在第18到第26分鐘時，星艦完成了星鏈模擬載荷釋放測試，艙門被順利打開，8片星鏈模擬器被依次順利釋放。在星鏈模擬器的釋放過程中，更靠近艙門的那片星鏈會先被推出去，之後導軌收回，重新加速，再釋放第2顆星鏈。這樣釋放完1層之後，第2層星鏈落下，再重複上面的過程。在星鏈釋放測試順利進行過後，發射後37分鐘55秒，星艦還進行了單台海平面猛禽發動機的離軌點火測試，共持續約3秒鐘。這之後就是激動人心的載入。載入的時候還出了一個小問題，就是47分鐘的時候尾艙發生了一次小爆炸，但這次爆炸的影響範圍剛好在側面和背風面，不影響之後的載入。而在之前的上升階段，一片尾翼末端上的一塊小蒙皮還被吹開了，再加上尾翼基本保持了之前星艦1代的設計，沒有經歷過什麼改動，所以尾翼的末端出現了燒蝕情況。而在1代星艦燒蝕最為嚴重的前翼部分，此次表現非常完美，幾乎沒有任何損壞。在新格爾瓦和改進前翼的加持下，星艦從容地完成了載入，奔向印度洋的黎明。在發射後1小時6分20秒時 ，S-37開始進行着陸點火。雖然 UI 又一次沒有顯示，但 S-37很明顯按照預定的步驟，成功在發射後1小時6分30秒時完成了降落，隨後傾倒在了海面，發生了爆炸，這導致澳大利亞那邊的拖船無法完整地把 S-37拖回去了，或許也是本次試飛中唯一的一個遺憾吧。但總而言之，星艦2代經歷過3次失敗之後，終於在此刻絕地歸來，迎來了久違的成功。There's our flip. There's a buoy. There's a splashdown.
Oh man, yeah, farewell ship 37. Thank you, buoy cam. Landing flip, landing burn. 在这之后，就让我们一起迎接星舰第11次试飞以及星舰2代的最后一战吧。说是星舰2代的最後一戰，但當我們將目光望向星艦城時，就會發現這裡早就已經馬不停蹄地為了星艦3代的到來而做準備了。為了迎接幾乎完全脫胎換骨的星艦3代，星艦城的所有測試場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着各種建設。在發射區，第2座發射台已經進入了收尾工作，發射台一旁的龍門架上的複雜管線基本已經搭建完畢，開始給這個龍門架包鋼板了。而水冷鋼管系統也進行了多次噴水測試。由於這座發射台底下有個導流槽，這導流槽是凹進去的嘛，所以噴出去的水會堆積在底部，然後 SpaceX 就把這些堆積的水再回收到儲罐裡，下次接着用，真是省錢省到極致了。在發射區的對面 ，SpaceX 規劃的空氣分離場也在緊鑼密鼓的建設當中。在新的擴建文件中，我們能夠發現 SpaceX 的野心遠不止於此。SpaceX 準備在第11次試飛之後改建第1座發射台，使其按照第2座發射台的規格修建，能夠兼容更新一代的星艦。SpaceX 還準備將發射區繼續擴建8.5萬平方米，不僅會擴建現在的推進劑儲存設施，還會在這裡新修建天然氣液化站與液態甲烷生產站。你瞧瞧這，把天然氣液化站放在發射場旁邊，你這不分頭蹦迪嗎？到時候遲早跟之前梅西測試場一樣上天。當然 ，SpaceX 現在還是盡量避免被蹦飛到天上去的。他們之後會在這裡修建更多的防爆牆，同時還在麥克雷戈測試基地那邊拿液氧和甲烷炸着玩，精確計算爆炸範圍，以後被蹦天上去也知道自己是為什麼飛起來的。在生產區這邊，超級機構的地基基本已經建設完成，馬上就要拔地而起了。在這些大型建築旁邊，老馬還給自己的員工們蓋起了幾座公寓。之前新建成的很多員工都是住在這一大堆房車裡面的，這一堆房車看着挺好玩，但住起來肯定是沒住房子裡舒服嘛。而且房車又不能摞起來，只有1層，佔的地方還大。現在新建成也正式建設了，市民不住房子裡，住房車裡，這多不合適啊！所以還是多給自己的員工們修點公寓吧。生產區這裡除了搓了很多第3代助推器的部件與各種骨骼清奇的測試罐之外，還為第3代助推器修建了新的運輸轉接環。這東西是在運輸助推器的時候固定其底部的。由於第3代助推器的底部結構與上一代助推器不一樣，所以這轉接環還得重新修。在梅西測試場那邊，之前爆炸損壞的各種管路該拆的拆，該修的修。靜態點火測試台裡面一部分損壞的水冷鋼管也要更換。為了防止之後再被蹦上天，測試台旁邊修建了一些混凝土牆，這樣以後就算蹦也上不了天了。在梅西測試場進行低溫測試的區域，下一代助推器的測試罐正在罐頭破碎機裡接受密集的低溫壓力測試。在麥克雷戈，猛禽3發動機的量產與測試也在不斷推進。在卡納維拉爾角，新的發射台與機庫也在不斷建設，他們都是為了迎接下一代星艦的到來。為了使卡納維拉爾角的 LC-39A 星艦發射台能夠快速投入使用， SpaceX 還下水了一艘星艦運輸船，甲板面積為 91.4 乘 30.5 米。老馬將其命名為你以後會感謝我的，非常符合 SpaceX 的船隊命名風格。其名稱也是來源於一本科幻小說伊恩·班克斯的《望向迎風》。即便 SpaceX 現在已經在全速推進星艦3代，但其發射時間最快還是得等到明年年初。這意味着星艦第11次發射既是星艦2代的最後一次發射，也是2025年星艦的最後一次發射。就剩這一次了，那怎麼測才能測得最多的東西呢？ SpaceX 選擇在助推器和星艦的測試方案中都進行多種改變。此次試飛使用的助推器是二手助推器 B15-2， 其在第8次試飛中飛過。本次試飛助推器使用的33台發動機中有24台都是上次飛過的二手發動機。此次試飛使用 B15-2 也意味着最後的2代助推器 B17 將直接退役，沒有辦法執行飛行任務了，簡直和當年的1代星艦 S32 一樣。但仔細一想的話，他們兩個雖然都沒有執行任務，但退役的原因是稍有不同的。S32 當年退役是因為 S33 的進度比較快，2代星艦都已經準備好了，1代星艦就沒有必要繼續飛了。但 B17 的退役可不是因為 B18 的進度比較快，單純只是因為2代星艦打完了這發就沒了，沒東西給它頂。要不是之前 S36 炸了， B17 說不定也能飛一次。現在的星艦助推器已經十分成熟穩定了，而且該做的測試基本都測過一遍了，無論是筷子回收測試，還是故意關閉發動機的冗餘能力測試，再加上星鏈無與倫比的數據傳輸能力， SpaceX 該拿的數據基本已經拿全了。
在上一次試飛中 ，SpaceX 還發現助推器在降落時遇到亂流時的穩定性非常好。有多好呢？實際飛行結果中測得的穩定性比之前風洞測試與計算機模擬的預測結果都更加優秀。這就有意思了啊！這說明風洞測試與計算機模擬還有沒被發現的漏洞嗎？模擬出來的結果與實際有偏差。SpaceX 就喊話科研界，你們什麼時候有空把這個問題解決解決？但是我們沒空管這事兒了，反正飛行得到的結果是穩定性更好，又不是更差，這是好事啊！所以你們就自己研究吧，我們先走了，急着整新一代助推器呢。這一次試飛在測試複用性的同時，為了更好地完成對下一代助推器的承上啟下，此次試飛助推器在着陸點火階段會使用新的發動機關機順序。之前的着陸點火過程中，助推器先點燃內圈13台發動機，隨後關機至只剩中心3台發動機。而在此次試飛中，助推器將會首先關閉至剩餘5台發動機，比之前多2台。在着陸點火的最後階段，再將多出來的這2台關掉，還是留中心3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階段，在墨西哥灣上空懸停後降落。實際上就是在之前着陸點火的2個階段中又新增了一個中間階段，這樣減速就更加柔和了，可以提供更好的着陸彈道鋪面，同時也可以提高冗余能力。此次使用這種着陸點火配置，也是為之後的3代助推器打基礎。之後的3代助推器在進行着陸點火時都會沿用這種配置。而在上面的星艦2級上 ，SpaceX 的主要測試內容是再次更換了格尔瓦的配置。之前的好幾次試飛 ，SpaceX 不是一直在折騰那個金屬格尔瓦嗎？每次都裝上去，結果每次還沒等着測試就爆炸了。直到上一次試飛，好不容易測了一下，測試結果啥也不是。這金屬格爾瓦是真不中用啊！其實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 ，NASA 就在實驗室裡玩過金屬格爾瓦，但是一直沒有投入使用。SpaceX 這年輕人不信邪，非得親自試一試，結果發現薑還是老的老，果然是不中用。金屬格爾瓦雖然製造上更簡單，但是在高溫環境下會迅速氧化生鏽，變成橙色，很快就壞掉了。它不僅自己變色，它還會逐漸剥離掉色。上次試飛中一共就裝了3塊金屬格爾瓦，結果這哥仨掉的色都快把整個星艦的下半部分給染成航天飛機的成罐了。所以還是換回老格爾瓦吧。但是老格爾瓦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格尔瓦中間必須得有縫，因為星艦太大了嘛，得考慮到熱脹冷縮，中間必須得留點縫做冗餘。但是中間留了縫，在入的時候，等離子體就老想往縫裡鑽進去之後，就開始凿底下那一層白色的燒热材料。燒熱材料被凿了之後，還會濺射，把星艦表面一部分給染白。這哪行啊？星艦以後是要快速復用的，怎麼可能每次回来都修底下的燒热材料呢？ SpaceX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發出了一種名為緊縮包裝的玩意兒。這玩意兒其實在 S-37 上已經小範圍使用了。上次試飛中 ，S-37 的下半身被染成了橙色，腦袋則被染成了白色。這個白色就是因為 S-37 的鼻錐部分被拆的格尔瓦比較多，濺射更為嚴重。但是在一眾白色之中 ，SpaceX 敏銳地發現有一小部分區域好像沒有那麼白。這部分就使用了名為緊縮包裝的新玩意兒。這玩意兒其實就像在每個格尔瓦周圍包一圈紙。格爾瓦安裝的時候，周圍這一圈紙就自然的把格爾瓦給包起来了，也就很好的填充了格爾瓦之間的縫隙。SpaceX 在此次試飛中對這玩意兒寄予厚望，此次試飛的 S-38 全艦格爾瓦基本都採用了這種技術。S-38 此次試飛也承擔着承上啟下的重任，為了模擬以後星艦回收時返回新建成發射場的飛行路徑。S-38 在着陸的最後階段將執行動態傾斜機動，並測試亞音速導引算法，用以模擬最後靠近發射台的過程。其他的一些測試內容則都與前幾次試飛相同，包括釋放8片星鏈模擬器進行一次在軌點火，很多區域移除一部分格爾瓦，在載入時進行經驗測試，一部分移除的格爾瓦下面還沒有第2層的燒蝕層。現在我們基本已經了解清楚了這次試飛的主要內容了，接下來就讓我們看一看這最後的星艦2代組合體的測試過程吧。由於現在 SpaceX 過於輕车熟路了，測試過程中實在沒有什麼值得說到的亮點。9月6號 B-15-2出發前往發射場，第2天點火，第3天返回生產區安裝熱分離環。10天之後 ，S-38 前往發射場，繼續使用之前改造的那一套點火轉接環，在發射台上進行靜態點火。結果在之後2天中嘗試了2次，中間還進行過維修，就是點不出來。這臨時改出來的東西就是不好用嘛。但是堅持啊，就是最後一次了。過了一個周末之後，9月22號 ，S-38 成功完成了全發動機點火，之後也沒什麼單台發動機的點火了，點着一次就準備飛了。
第二天晚上 ，S38 返回生产区进行最后的格尔瓦工作。星舰有时候会在尾翼内侧安装几片格尔瓦进行額外的測試。现在这內側格爾瓦的位置也是越來越刁鑽奇怪了，之前還是擠一塊的，現在都分散開了。有意思的是，由於發射之後第一座發射台就要重建改造了，所以 S38 的這次點火竟然就是第一座發射台的最後一次靜態點火了。這座用於發射和助推器靜態點火的發射台最後一次點火竟然是給一個星艦2級，這在幾個月前應該是大家絕對想不到的。在 S38 走後，第一座發射台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小規模的改造工作。之後不僅發射台要換，發射塔上這個最老的1代筷子也要修改，改成更短更快的新筷子。由於發射台還要準備最後一次發射工作，所以現在還不能動。但是這個筷子已經可以動一動了。SpaceX 提前拆了一些助推器回收時會用到的減震器，反正這個筷子已經不會再執行回收工作了，所以趁現在正好有空閒時間，回收相關的東西提前拆掉吧。此時的星艦發射時間暫定於10月6日進行，但是老馬看了看時間表，發現再過7天的話，正好就是10月13日。這一天是星艦第5次試飛助推器首次回收成功的1周年紀念日。那還說啥了，反正現在下一代助推器和星艦的進度都那麼慢，咱又不差這1個星期，那就直接在5飛紀念日這一天發射吧。所以發射時間又被重新確定為了10月13日下午。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年5飛是當地時間早上發射，當地時間早上正好是北京時間同一天的晚上，兩邊還是同一天的。改成下午發射之後，北京時間就變成了第二天的早上，也就是10月14號清晨，這就不是同一天的紀念日了。10月8號 B15-2前往發射場，2天之後 S38 開始安裝星鏈模擬器，並在10月11日前往發射場對諜。沒有加注測試，也沒有試彩排。在當地時間2025年10月13日下午，北京時間2025年10月14日清晨，星艦第11次試飛，也是星艦2代的謝幕演出，就這樣拉開了序幕。在第5次試飛中，星艦迎着朝陽起飛，破曉歸來。而這一次，星艦迎着夕陽奔向暗夜，又重歸於黎明。Last 10, 9, 8, 7, 6, 5, 4, 3, 2, 1. We have liftoff. Go Square. Go Starship. Thanks for all the story flights, man. Stage separation. Spec burn startup. Stage. All right, so for booster,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things we're trying to get is going to be this landing burn. Oh, that's from landing burn start, where we'll first ignite the center 13 engines, then bring that down to 5 to slow down the booster for landing. And finally, that will come down to 3, and we'll cut all of them off while we're sitting down. So booster is going to be1分02秒，火箭通過最大动壓點 Max Q。2分45秒，星艦完成熱分離，隨後開始返回點火。返回點火時，又有一台發動機沒有點着，不過無傷大雅。3分25秒，返回點火第一階段結束，中圈10台發動機關閉，剩餘3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返回點火。約3分50秒時，返回點火結束，發動機關機。4分鐘時拋棄熱分離環。6分17秒時，助推器着陸點火開始，
這一次13台發動機又全部點着了，剛剛那一台滅掉的發動機又修好了。6分23秒，8台發動機關閉，剩余5台发动机进行着陆点火第2階段。6分30秒，再次關閉2台發動機，只剩中心3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點火。6分30秒時，助推器着陸點火結束。為了不像當年 B13那樣飄在水裡不下去，這2次試飛助推器都選擇了將懸停點的高度提高很多，再加上 FTS 的爆炸，可以很快將助推器送入海底，省得到時候再用飞机机炮進行炮决了。而這就是2代助推器的最後一舞，在這之後就看最後的2代星艦 S38的表演了。A couple dozen cameras on Starship. We've also got a bunch of cameras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out in the Indian Ocean where we've got our fun buoys floating. There goes another one. And I mean, we're using Starlink to bring all of this together. Our drone shots you see here from our great team down here at Starbase, all connected. So Starlink not only giving us cool views off the planet, but also on the planet, and they'll bring everybody along for all these Starship. All right, there was that after relight. Looks like engine 3 pulls releasing. Flaps holding strong. Landing burning just under 20 seconds. Is our landing burn? Down to 2. Starship is up. As we said, we're not planning on recovering the ship today. Hey, welcome back to Earth, Starship. We are down in the Indian Ocean. 8分45秒 ，S38 3台真空发動機關機。約9分鐘時，剩餘3台海平面發動機關機，星艦成功完成上升階段，進入滑行階段。發射後約17分鐘，星艦載荷艙門打開，準備釋放星鏈。19分20秒，第一顆星鏈被放出。這次的星鏈釋放導軌優化了釋放動作，釋放過程非常絲滑平穩，不會再撞到艙門了。24分55秒，所有星鏈衛星釋放完畢。26分05秒，載荷艙門關閉。在這之後，發射後38分54秒到58秒，星艦進行了在軌點火測試，一台海平面發動機被打開，所有測試都順利完成。在這之後，就是星艦2代的最後一次載入。在格爾瓦摩擦產生的紫光與燒蝕材料玻璃產生的烈焰之中，星艦奔向了印度洋的黎明。此次載入過程是過去星艦所有試飛中表現最好的一次，無論是前翼還是尾翼都沒有燒穿損壞。
隨後，星艦開始調整姿態，準備以返場回收姿態完成最後的着陸。在此刻，澳大利亞西部的印度洋海面上，無人機與浮標都已經就位，它們將與星艦本身的攝像頭一起捕捉這最後的謝幕。發射後1小時5分55秒，着陸點火開始，星艦姿態由水平翻轉為垂直。發射後1小時6分06秒，着陸點火由3台發動機切換為2台發動機。再過6秒之後，星艦完成最後的着陸，在印度洋的海面上降落。發射後1小時6分30秒，完成了所有任務的 S-38在海面引爆。其最後的着陸比 S-37更加的平穩，不再有搖晃，十分的從容，精度也比 S-37的3米更高，算是給星艦2代一個完美的收尾了。至此，